生了孩子后的我，身材逐渐臃肿，老公也开始嫌弃我。最好的闺蜜抱着我那3岁的孩子，满脸愤恨：“小优，你这么优秀，可不能让婚姻绊住了人生。别担心，孩子我帮你照顾，你放心去工作吧。”说真的，我发自肺腑地感激她，也庆幸自己有个极好的闺蜜。可后来，她却拉着我孩子的手，和我的老公在一起了。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饭桌上，3岁的儿子将饭菜吃得到处都是。原本还在和老公徐州说话的婆婆，顿时坐不住了，手上的筷子指向了我。做妈妈的也不知道为孩子，自己做那也吃得下饭。我愣了一瞬，望着一旁连连点头的徐州。每当这种情况，他只会在一旁默不作声，装傻子。妈，小天也该自己学会吃饭了，光喂可不行。况且我们小天也很棒啊，是不是？我连忙笑着摸了摸儿子的头，满脸宠溺。3岁的儿子听见夸赞，葡萄般大的眼睛眨巴眨。我以后都要自己吃饭。婆婆看着我们母女子俩的互动，也没再多说什么，只是脸上露出了无法掩盖住的厌烦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婆婆会对我这般厌恶？或许是从我不愿意和她住在一起开始。和徐州结婚之前，她信誓旦旦地承诺过我，等我们俩结婚之后，就单独搬出去住，偶尔回去看看父母就行。一来可以免去不必要的麻烦，二来也可以有些私人的空间。她总说好，都行，听你的。以至于当时的我总以为徐州是因为爱我，才事事都顺我心意，却没想到他对自己的妈也总爱说好，都行，听你的，像一个总是顺从他人、毫无主见的机器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和婆婆才会有这些无法避免的冲突。结婚后，徐州没有和我商量，就将婆婆接回了我们的新家。我将她扯进厨房，背着婆婆小声质问：“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？说好了的事情怎么能出尔反尔？”徐州却耸耸肩，毫不在意。我妈自己非要过来，我劝不动。我盯着她，气得说不出话来，也没有发现身后的婆婆已经悄无声息地走到厨房。怎么了？我住自己儿子家，不可以吗？婆婆许亚萍尖锐跋扈的声音突然出现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转过身，赶忙解释：“不是的，妈，我只觉得咱们住一起可能会不习惯。有什么好不习惯的？”小周他爸去世之后，我们娘俩挤在一间小破出租屋里，只有一张床，都这么睡。他双手环抱，站在徐州身边，脸色也变得不太和善。百善孝为先，以后儿子可是要替我养老的，现在连个房子都不让我住，这说不过去吧？而徐州却站在一旁，像个木桩似的，没有任何行动。我拗不过他们娘俩，最终妥协了。之后的日子也时常劝慰自己，跟父母住一起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晚饭结束后，徐州一如往常捧起手机，瘫坐在沙发上。许亚萍早早出门去跳她的广场舞了。我看着满桌的残渣剩饭，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，接着拿起厨房的抹布收拾着餐桌上的狼藉，腰部却传来一阵刺痛，疼得我蹲在地上，汗水涔涔。许是闪到了，老公，帮我洗一下碗吧，我腰闪到了。我尝试着呼唤已经沉浸游戏当中的徐州，他啧了一声，瞟了我一眼，随后嘲笑般说道：“别逗了，你也不看看自己哪有腰啊！”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，这是我第一次从他的嘴里听出嫌弃。等他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忙放下手机走过来：“好了好了，你闪着腰就去坐着吧。”
可无论如何，他的下意识早已充满了嫌弃的味道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儿子正坐在地上玩着玩具，碎片依旧散得到处都是。徐州则在厨房洗着碗，同时嘴里还不忘念叨：我也是个要工作的人，平时在外面就累得不行了，回家还不能歇一歇。我知道他那是说给我听的，在他看来，像我这样没有工作的人就应该包揽所有的家务以及孩子的教育。他只要完成了工作，回家就能当甩手掌柜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。或许是他被自己母亲保护得太好，又许是为了敷衍我，明明是再简单不过的洗个碗，徐州都无法完成。我看着厨房内还沾着零星油渍的碗筷搁在一旁，心若沉入海底。我不知道别人的婚姻怎么样，但我和徐州的婚姻似乎并没有一开始期盼的那样美好。日复一日，柴米油盐，我围着这个家，围着婆婆，围着老公，围着儿子连轴转。我的人生不知何时变成为了别人而活，在这场人生游戏中，唯独失去了自己，怎么会过得如此难堪？等哄完孩子睡觉，收拾完家里的一切，徐州已经躺在床上呼呼大睡。在这沉闷的屋内，月光也显得如此灰暗。我偷偷抹着眼泪，思考着人生的意义。别坐在那了，怪吓人的。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你去儿子屋里睡吧。徐州从睡梦中转醒，看着我坐在窗边发愣，一脸无语。我想也是，只要我还在呼吸，我在这个家除了当个保姆，就只剩下添堵的存在。我应了徐州的要求，走出房间的时候狠狠摔上门，一阵抱怨声从屋内传来。我真服了，我明天还要上班，体谅体谅我行不行？许亚平从小房间出来，披着一件外衫，指着我的鼻子指责：你真不懂事，明天小周要去上班，还这么折腾他。我无奈回应：妈，你去睡吧，我也没有怎么样，你这还叫没怎么样？门官这么想干什么？小周每天这么辛苦赚钱养你养这个家，你还有什么资格甩脸子？许亚平将难听的话说尽，随后打了个哈欠回屋。我落寞地站在这漆黑的夜里，早已泪流满面。等徐州起床，我已经煮好了白粥，蒸好了包子，热气腾腾的早餐让婆婆和老公瞬间忘记昨夜的不愉快。小优，我今天想吃鸡翅了，晚上你烧一些吧。徐州往嘴里塞着包子，含糊地说着。我点点头，说道：行，正好我今天去找工作，回来买。一听见我要去找工作，原本还在往嘴里狂塞早饭的徐州突然停下动作，顺带着一旁的许亚平也表现出一丝不可思议。儿媳妇，你这做的就不对了，你去找工作，孩子这么小，谁带呀？许亚平拿起纸巾，装模作样的擦了下嘴。我的儿子又不是养不起你们娘俩，你女人家家的，找什么工作呀？我心下一冷，早就猜到这个婆婆会万般阻拦，可她那看似委婉，实则暗讽的言语，还是使我很不舒服。徐州出去工作不假，但他的工资也并没有高到可以完全养活我们一家，就连这套新房都是婚前我的父母买给我，写着我的名字，后面宝宝吃的奶粉、尿布钱也都是我出社会这几年攒下来的。徐州的工资除了他自己的开销外，几乎都上交给了许亚平。我不知道许亚平是如何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出这句话。在他看来，他的儿子钱财满贯，而我只是依附在他儿子身边，为他们徐家传宗接代的女人罢了。我没有争论什么，也没有收拾碗筷，抱着孩子准备出门。许亚平推了推徐州：你老婆要离家出走，哎，你还不上去拦着点？
徐州却一脸淡定，嘴角发笑：“妈，他老这样，晚上自己会回来的。”说完这句话，他还挑衅似的瞟了我一眼，像是早就拿捏住了我。他说的没错，换作曾经，我一吵架离家出走，晚上或者第二天就会屁颠屁颠的回家。徐州一开始也不像现在这样，他会耐着性子哄我，他会说：“好了好了，我错了，老婆大人原谅我吧。”可这终归黄粱一梦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在这出现裂缝的婚姻中，我还在安慰自己，或许只要我找到了工作，我们俩的关系得到了平衡，就会慢慢变好。我来到闺蜜孙晴家时，脚上只穿着一双拖鞋，她心疼地看着我，将小天抱进怀里：“小优，你曾经明明这么优秀，现在却为了一个男人堕落成这样，不值得。”我看着孙晴窈窕的身材，透亮而具有魅力的嘴唇，连连叹息。她不提，我差点就忘了，曾经的我也是如此。那会儿的风姿，不说多么惊艳，但足以出众。徐州也是因为这点开始喜欢我，追求我，才有了后来的婚姻。当时的我从来不会杞人忧天，做事潇洒不犹豫，可现在我找个工作都要犹犹豫豫，要看家人眼色。孙晴抚着我的背，鼓励着我：“小优，你去找工作吧，孩子我帮你带，别担心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感动得潸然泪下，当场发誓等自己飞黄腾达，就为他当牛做马。原以为事态正向着好的方向发展，离开家里1周，我如愿以偿地找到了工作。徐州也没有发一条消息询问我为何还不回家。我现在也无暇顾及这些，可这天我办理入职需用的相关证件，忘记被我从家里带出来，想着反正是自己的家，有什么不能回的，大不了遇到许亚平，不理他呗。等我走到楼下时，却发现了徐州的车停在家门口。今天是周四，也是下午3点，按照常理来说，徐州现在应该是在公司上班的，难道请假了？我犹豫了会儿，最终打破了心中顾虑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现在也找到工作了，徐州也没什么资格指责我。等我打开家门的瞬间，却意外发现儿子小天正坐在客厅的地板上玩着玩具。不对呀，这些天儿子一直跟我住在孙晴家，难道徐州擅作主张接回来了？但孙晴也没有给我发消息通知我呀。我看着门口摆放凌乱的鞋子，没有许亚平平时穿的那双，这会儿应该不在家。可当我瞥见一旁红艳夺目的高跟鞋，我愣住了。就在前不久，我亲眼看着孙晴穿着这双鞋子。这时，房门内传出徐州的呼喊声：“妈，你再出门散会儿步吧，还没完事儿呢。”完什么事？我预感不妙，胸口也有些发闷。我关上门，悄声走到小天身边。他发现我的时候，正想喊出那声妈妈，我赶忙捂住他的嘴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宝贝，悄悄告诉妈妈，爸爸和孙晴阿姨是不是在房间里？”小天以为我在和他玩，也学我压低声音：“妈妈。”我看见孙晴阿姨亲爸爸的嘴，这一刻，我仿佛被雷劈中一般，身子瞬间僵在原地，怎么都无法想到自己10几年的闺蜜会和我的老公搞在一起。总觉得自己的老公再怎么不好，也不会做出这种出格的事情。还有我的好闺蜜，明明前些天孙晴还如此的替我着想，帮着我怒斥徐州，帮着我带孩子。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最亲最近的人都背叛了我？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小天奶糯的声音将我从悲伤中唤醒。我看着他稚嫩的脸蛋，逐渐恢复理智，就像孙晴自己说的那样，我大可不必为了一个男人浪费自己精彩的人生。
等我做好心理准备，便拿起手机，打开了录像功能，走到房间门时，隐约能听见屋内男女间传出那不可描述的声音。他们到底是怎么敢的，把一个3岁小孩放在门外，自己在屋内做这种事情？我发现我的手一直在颤抖，心脏几乎快要跳出身体。这是我这辈自己第一次捉奸，当然我也希望这是最后一次。开门的那刹那，一对赤裸的男女被我的手机锁定，真的是一对完美璧人啊！此刻的我无比平静。大家快看呐，我最好的闺蜜和我的老公背着我偷情，为他们敢作敢为的勇气鼓掌。徐州发现是我，立刻吼道：“无忧，别拍了！”一旁的孙晴被惊得尖声大叫，而后用被子包裹住自己。房间传来一种无法形容的味道，直叫人恶心。还好小天已经被我哄到了隔壁房间，总归是一些少儿不宜的场面。徐州怒目圆睁，像是要冲过来将我活活打死。别拍了，无忧，不要这样，不准拍了。一旁的孙晴探出半个脑袋，装模作样的抽泣着。我继续对着手机说道：“看看这个不要脸的男人，这么喜欢偷吃，不知道你的同事看到了会怎么想？”徐州一听我要毁了他的前程，裹着被子就从床上跃起。我哪能让他得逞？收起手机，就在他快要冲到我面前的一瞬，立刻把门带上，拿起一旁的钥匙反锁。趁着许亚平还没回来，你们俩就给我好好待在里面吧。接着我就听见徐州砸门的声音了。我赶忙抱起小天，匆匆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家。对于这个婚姻，我尽职尽责，可他们呢，从来没有把我当作正常人来对待。原以为只要我工作了，我和徐州的问题会得到有效的改善，可偏偏他犯了一个让我们不再有未来的错误。再有，我到底还是没想明白，孙晴为什么会和我的老公搞上？他曾待我如此好，难道那些也都是假的吗？明明说过让我不要因为婚姻绊住人生，那他又在做什么？想到这，我还是忍不住哭了出来。要说足够理智，可那些美好回忆总是会让我失去方寸。从没想过这般狗血的故事会发生在我的身边。我离开了这个城市，回到了娘家。隔天，我终于有勇气打开手机，却收到孙晴和徐州无休止的信息，其中几条让我尤为愤怒。孙晴：对不起小优，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其实从你带我认识徐州开始，我就喜欢他了，我们俩是真爱，求你成全我们好不好？我嗤之以鼻，所以劝我出去工作，劝我不要被工作绊住脚，都是他为了跟徐州在一起而做的铺垫。只要我出去工作了，把孩子交给他，那么他就可以借我孩子想爸爸的名义，去大大方方地勾引徐州。当然，徐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的消息当中多的是低声下气的恳求，求我不要离开他，最主要的就是求我不要把视频曝光，影响他那不值一提的前程。他说：小优，我们走到这步不容易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原谅我这一回，我真的只是一时的鬼迷心窍。好一个鬼迷心窍！我现在才清楚地意识到，哪怕没有孙晴这临门一脚，我和徐州的婚姻也早已名存实亡。他从没意识到我们之间早就越来越远了，特别是他那个好妈妈，将自己儿子惯得像是失去了生活的本能。我沉下心，给他发去了一句：我们离婚吧。在这场婚姻的豪赌中，即使再苦再累，我也从没对徐州说出离婚2个字。我总认为他会改，会变好，会变得和我们刚在一起那会儿一样。可是我赌输了，或者说，我不该拿自己的幸福去下注。这婚当然是离定了。我的爸爸心疼我，
在我下定决心那一刻，他举双手赞成，这个不要脸的徐州就是该离婚。我的女儿，我自己又不是养不起。我微笑着拍拍父亲的手背，不过这辈子我再依附任何人，哪怕是自己的父母。徐州找上门时，眼皮下显着一抹青紫，估计是没睡好。一旁的许亚平在我爸妈面前低头哈腰，显得无比卑微。他边说边刻意拍打着徐州的背。我这儿子啊，就是一时糊涂。再说了，是那个狐狸精勾引他的，没有把控住。男人嘛，总有犯错的时候，改了就行了。我爸看着徐州，气不打一处来。哼，狗改不了吃屎。我们家小优为了你们，从白天操劳到黑夜，你这不要脸的东西还敢出轨？你们走吧，我尊重我女儿的决定。许亚平赶忙解释，亲家使不得呀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也不该离呀。这件事我儿子做的确实有错，赶紧和你媳妇道歉啊。他一巴掌重重地拍在徐州背上，像极了学生时代家长在老师面前叫孩子道歉的场景。对不起，小优，我真的错了，可不可以原谅我？再也没有下次了。徐州道着歉，可拳头却捏得很紧。我想他其实是不情愿的，只是耐不住自己的老母亲施加压力。我摇摇头，态度坚决。孩子房子归我，其他你拿走。徐州猛地抬头，我清晰地看见他眼球中布满红色血丝。许亚平从凳子上跳了起来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姑娘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？到底是谁狠心？我质问。看局势已经无法挽回，许亚平顺势改了态度。房子和孩子不能给你，凭什么？我爸妈也拍案而起。我冷笑，房子是我父母在结婚之前买给我的，孩子也是我生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还有你那一点家务活都不会干的儿子，有什么能力带孩子？许亚平尖锐跋扈的声音又回来了。孩子我可以带，这些年你在家里分文没赚，花了我儿子这么多钱，那套房理应是我儿子的。我可算见识到不讲理的人会说出多么有悖良心的话来。他心里明明知道徐州的钱都进了他自己的口袋，却还要在这里颠倒黑白，扭曲是非。那我陪你玩。我指着手机对着徐州，如果你们不愿意，那我只好通过法院起诉离婚。还有，我拍到你和孙晴的证据也会如实曝光，你去告啊，看法院是判给你一个没有工作的女人，还是判给我儿子？许亚平不甘示弱地叫嚣着。我看着他苍老的面孔，却一副无理取闹的模样，真的很想给他两拳。原本不出声的徐州突然说道，房子、孩子归你，视频别给我曝光就行。我没想到徐州会如此爽快地答应下来，就连他的老母亲也没有想到。许亚平拿手指头点着徐州的额头，你犯什么糊涂劲？你有病啊，这都同意？即便当着我父母的面，也毫无顾忌地教训他。他终于忍不住，狠狠甩开许亚平的手。妈，你够了，这是我的婚姻，你别管了行不行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说完，便攥着许亚平的胳膊，灰头土脸离开。说真的，我第一次见徐州反驳他的老母亲，可这和我又还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只想带着我的儿子好好生活，其余的事情我不想再参与半分。至于孙晴，在我跟徐州办理离婚的第二天，便迫不及待地与他领了证。这是完全不在乎许亚平的感受啊！像孙晴这样妩媚多姿的女人，正好踩中了许亚平的雷点。不过孙晴挺有钱的，那就另说了。跟徐州离婚没多久，孙晴就来找过我一次。我本不想见她的，想来她也只是为了炫耀自己当三上位，故意来恶心我。令人没想到的是，
他不请自来。我俩坐在沙发上，面面相觑，场面一度冷到冰点。孙晴抬手撩了一下头发，开口说道：“小优，你知道曾经的我有多羡慕你吗？就因为你比我漂亮，徐州才会选择你，就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。”我明着翻了个白眼。如果你来我这是为了炫耀你怎样知三当三爬上徐州的床，那还是趁早走吧，别等我赶你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小优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错就错在我俩喜欢上同一个人。孙晴自顾自说着，毫不在意会不会被我赶出去。我只求你不要再和徐州有任何瓜葛了，我好不容易得到他，我不想再因为任何人离开他。我被他的发言惊呆了，就徐州这样的男人，我为何还需要跟他牵扯？遇到都得赶快逃走才对。孙晴却像是着了魔一般，总觉得徐州还爱着我，念着我。你放心好了，就他那样的垃圾，我不会再和他有任何关系了。祝你们所死，只要别继续出现在我的面前作妖。他们俩如何，我真的不感兴趣。孙晴看我没有太想搭理他，识相的准备离开。离开之前，还给我留下了一句话：小优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求你了，希望你说到做到，哪怕徐州再怎么来找你，你都不要回头。当然，不用他求，我自己也知道该怎么做。况且他俩也已经结婚了，知三当三这种事情，不是谁都能像他那样不知廉耻。等事情都解决完，我的父母也搬到我家，帮着我照顾小天。在落实工作期间，我顺便带着小天去改了个名，原本他的名字叫徐天，现在叫无虑。我希望他的未来可以无忧无虑，幸福快乐，至少不要遇见像他爸爸那样的人。后来的日子，我开始没日没夜工作，收入也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数字，甚至说赚的是徐州之前的2倍。我的体重通过日复一复调理，也慢慢减了下来，直到我终于可以穿上曾经想都不敢想的裙子，也可以画着曾经许亚萍最不喜欢的妆容。那又怎样？反正老娘爱死了。离开徐州之后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生的意义。或许别人的婚姻幸福美满，就像我当初渴望那样，但现在我明白，即使逃离一段变质的婚姻，也可以做到幸福美满。就连后来的同学会，他们都夸我越来越年轻了。那场同学会，所有人都来了，除了徐州。徐州是我的大学同学，我俩的恋爱也是从大学开始，大家有目共睹。不过现在离婚了，我不嫌尴尬，徐州倒是尴尬到连同学会都不敢来了。饭桌上，总爱八卦的团支书突然提到了徐州。哎，你们知道徐州这次为什么不来吗？据说是因为他现在的老婆管太严了，连公司应酬都不让他去，更别说这个同学会了。而且我前段时间见到他，感觉跟被吸干了精力一样，颓得不行。对了，无忧，你和他现在还有联系吗？当年你俩可是我们班最恩爱的情侣呀。果然，团支书一点也没变，不仅八卦，说话也很随性，从不需要思考。身边的人给他使了个眼色，示意他说错话了。我挥了挥手，毫不在意回应：早不联系了。再说了，人家老婆管得这么严，怎么可能还会让他来联系我呀？说完，我开始咯咯笑起来。在别人看来，我就是如此洒脱不羁，只当徐州是个小插曲。在见到徐州时，他已经跪在我家门口多时。周末原本准备出去买菜的我，被他的模样吓了一跳。他见到我，颓靡的眼里满是不可思议。现在的我早已不再是1年前。我将他请进家门，无奈询问：不好好过自己的日子，为何什么还要来我家这样？
要是被邻居看到了，还以为我欺负你呢。徐州脸色很难看，说话间也是吞吞吐吐。经过长达1小时的交谈，我终于明白他这次找我是何原因。他的母亲许亚萍在1个月前喝了农药自尽。自尽那天正好和孙晴吵了一架，因为孙晴不想要徐州和别的女生有任何联系，导致徐州在公司推掉所有应酬。公司裁员时也理所当然地将徐州裁了，而许亚萍认为这都是孙晴的责任，要不是因为孙晴，他的儿子也不会丢了老婆，丢了工作。再加上孙晴又查出无法生育，无法为徐州传宗接代，他把所有恶毒的话都说尽了。但孙晴可不是什么好欺负的人，他当即就把许亚萍关出屋外，并警告许亚萍这是他的房子。正是这样，许亚萍怨天怨地，最终还是想不开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等徐州得知自己母亲未归，回到他们曾住的老房子寻找时，许亚萍早已咽了气。徐州料理完母亲后事，第一次大骂孙晴，甚至甩了他一巴掌。只是他没料到，孙晴曾经学过跆拳道，他见徐州打自己，也终于忍不住暴揍了徐州一顿，以至于他现在坐在我的面前，眼角的伤疤还能隐约显现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有些想笑，该说不说，这都不离婚，应该是真爱吧。我微微勾起唇角，嘲讽似的说：“你俩这样也没什么不好的，床头打架床尾和吗？”徐州自嘲般说道：“小优，你就别挤兑我了，我都这么惨了，现在跟他提了离婚，他怎么都不愿意，说我没了工作，还住他家花他钱睡他人。根本没有资格离婚，原谅我。”听到这句话时，实在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徐州的头压得更低了，他这次的目的是想看我的态度，想和我复合，但这又怎么可能呢？你现在和我说这些也没有用，我俩已经离婚了，且不可能再有以后。你的事情你只能自己去解决，这是我最后对他的劝告。他点了点头，说想看看小天。我摆摆手表示拒绝，顺便告诉他儿子现在的名字叫吴律。他只好落寞地离开。我望着他离开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任何的情绪。这一刻我意识到自己终于从婚姻不幸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而这次婚姻的不幸该轮到徐州他自己体会了。后来我因为腿摔伤了，去医院缝合，却正巧遇见孙晴正推着坐在轮椅里的徐州，在医院底下晒着太阳。他家的事后来也在同学群里传得沸沸扬扬，据说徐州出轨了他前公司的一位女职员，被孙晴逮了个正着。原本徐州是想要离婚的，但孙晴怎么都不愿意离，他不得已才用这一招强迫孙晴，结果没想到腿就断了。虽然他跟医院的人说是自己摔断的，事实估计是被孙晴打断的。徐州到底是分不清我和孙晴，总觉得我是因为他出轨才和他离的婚，孙晴也会同我一样费尽心思制造出轨的计划，结果把弄得自己半残。像徐州这样的妈宝男，离了自己母亲，就像失去了人生目标。他从小被母亲过度的溺爱保护着，所以人生过得也相对不错，至少有母亲的地方，他就不会过得太差。而现在许亚萍去世了，自己的老婆又是个占有欲和控制欲极强的人，他如同坠入深渊。几次为了逃离孙晴失败后，徐州也彻底死了心。他开始变得狂躁、焦虑，每当脾气发作时，孙晴就会给他来几次温柔的拳击，他一下子就长记性了。可来来回回很久，他还是遭不住这般身心折磨。最终他选择和许亚萍走同样的路，依旧是回到
那间老房子依旧是喝下之前母亲喝过的同一类型的农药。因为孙晴看得紧，还没等徐州死透，就被送去了医院。只不过已经无力回天了。孙晴在医院哭得不能自已，而徐州即便经受着身体的痛苦，在最后一刻却是解脱的模样。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，一种无力感蔓延全身。即便受过他娘俩再多的气，也终归成为过一家人。现在他们都去了另一个世界，也许这才是最好的归宿吧。徐州死后，孙晴又来找了我一次，不过这一次我将他拒之门外。他见我不开门，一直对我打着感情牌。小优，徐州死了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可不可以不要不理我呀？让我进屋好不好？小优，我知道当初是我做的不对，现在徐州也走了，你能不计较我以前犯下的错吗？我们之间原本有这么多快乐的回忆。他说的没错，孙晴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，也是一直到结婚之后都还在保持联系的铁闺蜜。高中那会儿，我们俩总会一起吃饭，一起写作业，周末会拿着零花钱去网红奶茶店打卡。这些的的确确都是彼此之间最快乐的回忆。可这些回忆终归停留在了曾经，曾经的校服我们都还在留着，那家网红奶茶店也照常营业，日出日落像是循规蹈矩般出现。尽管这些都还在，人却不是昔日的人了。孙晴见我依旧无动于衷，行为突然转变，开始突然砸门，嘴里还喊着无忧，都是因为你，如果你不带我见徐州，我就不会认识他，更不会爱上他。摧毁这一切的源头是你。他不断地砸门，透过屋外监控可以看出他手臂上擦出来的血渍。屋内的吴律吓得哇哇大哭起来，我赶忙哄着他，顺便通知了小区的物业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砸门的声音戛然而止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出，孙晴被几个保安架了出去，他的嘴里还呼喊着无忧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，我这辈子永远不会放过你。说实在的，我真的被孙晴的举动给吓到了，怕他哪天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口把我给刀了。不过这担忧并没有持续多久，孙晴被诊断出精神病，就连他自己的父母开始害怕自己的女儿发疯，于是被送进了精神病院。毕竟像他这样如此偏激的性格，遇到这种大事，心理防线彻底坍塌，无法接受现实，导致神经错乱。要是还任由他在社会中活动，估计很快就会出事，而最先出事的人可能就是我了。事件平息，我的人生远离了他们，才算正式步入正轨。对孩子的教育上，因为有了徐州这样的前车之鉴，我不敢有半分的马虎。至少我的吴律一定会是一个独立自强、有主见且不会自大狂妄的乖宝宝。我看着吴律稚嫩的脸蛋，忍不住伸手捏了捏，他咯咯地笑着，给我喂了一口他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奶酪棒。我问他为什么要把奶酪棒留给我，他一脸童真望向我，奶声奶气说道：我喜欢奶酪棒，但我更喜欢妈妈。我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我喜欢的人，那我就获得了2倍的喜欢。我突然问了一嘴，那妈妈要是不喜欢你爱吃的呢？吴律垂下眼想了一会儿，随后给出了一个回答：那我明白了，下次我会问妈妈，如果妈妈不喜欢吃，我就自己吃，我同样还是能得到双倍快乐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带着吴律刷牙洗脸，走进洗漱间。我看向镜子中的自己，心中依旧畅想着未来一定会多姿多彩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《真情人间》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
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